宇宙有138亿年的历史，有几千亿个星系，我们还发现了上万个疑似类地行星。可是到现在，外星文明的线索依然是0，啥也没找到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整个宇宙真的只有我们吗？也许没看到并不等于没有，很可能是我们站的位置，我们可观测的尺度，再加上宇宙本身的游戏规则，3方面共同造成了我们看不见它们。今天就来聊聊3个比较硬核的新解释。第一，观测选择效应。第二，扩张型文明模型 Grabby Aliens。第三，我们搜索的灵敏度和对生命演化硬步骤的新评估。在深入话题之前，我们先校准一下基线。没遇到外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没有证据不等于没有外星人，没发现不代表不存在。其实很可能只是我们还没找够。很多人用宇宙干草堆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，在茫茫宇宙这个大干草堆里找针，而我们现在才翻动了几根草。如果把整个搜寻的参数空间比作一片海洋，人类目前真正覆盖过的范围可能连10亿分之一都不到。夸张点说，我们只是从整片海洋里舀起了一小浴缸的水，你拿一个浴缸去太平洋舀水，捞不到鱼不是挺正常吗？所以目前没听到外星人的动静，一点也不奇怪。首先必须承认，我们撒下去的网实在是太小了。那么第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观测选择效应，意思是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存在并且观察宇宙，本身就是有条件的。我们恰好出现在那些允许观察者存在的时空区域里。如果有哪个地方整天灾难不断，生命刚起步就被灭了，那就不可能孕育出像我们这样的观察者。所以那些会阻止观察者出现，或者把观察者一锅端的剧烈事件，天然的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观测记录中，因为只要它真发生了，就根本没有观察者能活下来记录它。这听起来拗口，其实就是典型的人则原理。举个例子，哲学家 Nick Bostrom 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人则阴影 Anthropic Shadow。 当我们根据历史记录去估计小行星撞击、超级火山喷发、附近超新星爆发这类灭绝级灾难的频率时，很可能会系统性的低估它们的真实风险。因为一旦其中有一次真的把所有观察者都消灭了，就不会有人留下来记录这次灾难。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，好像这些灭绝事件非常罕见，但那只是因为只要它们稍微频繁一点，我们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把这个思路套用到费米悖论上也是一样。我们所在的宇宙角落很安静，并不代表宇宙处处都安静。也许只是那些太吵闹的区域根本诞生不出看热闹的观察者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观测到的世界本身就带着幸存者偏差，越是那种能把观察者直接灭灯的过程，反而越可能在历史记录中缺席，被我们低估。所以宇宙未必真的沉默，只不过那些特别吵闹的地方，我们不可能在那种环境下诞生。当然，关于这种人则阴影效应有多强，学界也有不同看法。有人就曾提出，这个效应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，提醒我们不要把选择效应当成万能解释，什么问题都往它身上推。总之，这个思路有它的边界，不能什么锅都让人则来背。接下来，第二种假说叫扩张型文明模型，直译意思是贪婪的外星人。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爱抢地盘的外星文明模型。设想宇宙中存在这样一种吵闹的扩张型文明，它们一旦出现，就会以接近光速向外扩张，改造并占据所到之处。而且一旦某片空间被它们占领之后，就不会再有新的高级文明在这片区域诞生，要么是被提前消灭了，要么是资源被抢光了，总之不可能再有新玩家加入，由此产生一个截止时间效应。如果最终这种扩张型文明会占满宇宙，那么想要在尚未被占领的空白地带诞生的观察者，就不得不赶在他们扩张到来之前登场，也就是出现在宇宙的相对早期阶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人类之所以看起来来得很早，正是因为要赶在大佬占满地图之前先上线。那这个模型有什么可以验证的预言吗？作者给出了3条可供检验的信号。第一，如果这些文明的扩张速度没有快到接近光速，那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在天空中看到巨大的规则的弧形边界，
也就是它们占领区域的疆界。现在我们没看到任何此类结构，所以推测如果真有扩张文明，它们的扩张速度可能非常接近光速，快到让我们看不见疆界的存在。第二，根据模型参数推算，我们可能会在2亿到20亿年内与这样的扩张文明相遇。但是别紧张哈，这只是模型给出的一个时间范围，不是说明天外星人就打过来了，只是说从宇宙尺度看有这么个可能性。第三，如果用这种吵闹文明的思路来解释人类为什么这么早就出现，那么安静文明也必须非常稀少，否则我们现在早就该在天空中看到其他文明留下的痕迹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想法。批评者质疑，凭什么假定所有文明都一个德行，上来就拼命扩张？还有，就算真有扩张文明，那些预测的观测信号我们未必看得到，说不定只是技术或时机问题。但不得不说， Grabby Aliens 模型的优点在于，它至少给出了可供寻找和证伪的具体线索，不像有些假说只是宏大脑洞，压根儿无从验证。一句话，如果宇宙中真有抢地盘的文明，我们能够出现，就说明我们并不算来得太晚，并且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。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们，我们才能活着在这儿讨论这些问题。这个模型把为什么我们出现的这么早，从一个谜团变成了几个可以调整的参数，比如它们的扩张速度、文明诞生的概率，还有生命进化里需要跨越的硬步骤数量。最后第三个解释实际上涵盖了2个方面，搜索灵敏度和硬步骤的再评估。先说搜索灵敏度，简单讲，我们目前搜的还远远不够。还记得前面说的宇宙干草堆吗？有研究把我们搜寻外星文明信号的9个维度综合起来算了一笔账，发现到目前为止，人类覆盖的搜索体积可能只有整个参数空间的10的负18次方到10的负22次方这么大。10的负18次方非常接近于0，所以在统计上看，现在的沉默完全没超出预期。换句话说，宇宙的沉默很可能只是样本太小，所以要么外星文明真的凤毛麟角，要么就是我们还没找对地方或方法。当然，这2种情况并不矛盾，完全可以同时成立。接下来看看硬步骤到底硬不硬。传统的硬步骤理论认为，从无生命到智慧生命要跨越好几个极其低概率的关键门槛，所以我们人类才会如此稀有，而且通常得在行星寿命的末期才出现。比如地球用了差不多40亿年才从单细胞走到智能人类，就常被解读为那些步骤非常硬，概率微乎其微。但在2024年前后，有新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释。可能不用假设那些演化步骤本身概率低到离谱，而是把漫长的延迟归因于地球环境窗口一个个逐渐打开。举例来说，复杂生命需要氧气，可大气含氧量要生物一步步造出来；多细胞生物需要丰富的营养循环，也得等板块运动稳定了海陆环境。总之，每出现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形态，背后往往是地球环境先行改变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。所以生命演化拖了很久，不一定是因为硬件条件太难，而是时机不到。这样一来，智能生命极其罕见的悲观论调就要打个折扣了。有学者也提醒，不要简单把出现的晚就等同于几乎不可能出现，毕竟证据还有限，不能因为地球上人类诞生的晚就断定宇宙其他地方没戏，这个问题现在远没定论。换句话说，硬也许只是地球的门开得晚，而不是门本身打不开。而且只有当我们的技术和搜索范围大大扩大之后，宇宙一片寂静，这件事才有意义。如果未来我们把网撒得够广，望远镜够灵敏，却依然什么都捕捉不到，那时这片沉默才算提供了信息。现阶段就断言没有它们还为时尚早。好了，最后总结一下，刚才这3种解法其实分别解释了费米悖论的不同侧面，观测选择效应解释了我们为何恰好身处可观测的静谧角落， Grabby Aliens 模型解释了我们人类为什么在宇宙中显得来得这么早，而搜索灵敏度和硬步骤的再评估则说明了目前未见并不等于不存在。对于这种证据稀缺的谜题，能提出可检验的预测往往比宏大却不可证伪的直觉猜想更有价值。
至少前者给出了明确的线索，让我们知道该去寻找什么，而不是让人云里雾里，徒留浪漫的想象。也许宇宙的沉默不是拒绝，而是把答案藏在更远的地方。等我们的望远镜再锐一点，算法再聪明一点，耐心再长一点，我们会在某个普通夜晚突然听见微弱的回声。那时我们会笑，原来孤独只是宇宙留给好奇者的赠礼，它逼我们出发，也让我们彼此更紧靠。继续翻海洋里的那一浴缸水吧，总有一天浪花里会夹着来自远方的问候。